女人前一秒偷偷扔了个包裹，下一秒就自杀了。女儿对此感到非常害怕且不理解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女人为什么要自杀？这一切都成了个谜。然后10年过去了，女孩每天和清理垃圾的工人爸爸生活在一起，非常辛苦，挣的也不多，只够养活上学的女儿。这天，女儿在学校看到爸爸和朋友正在收学校这块的垃圾，她觉得很丢人，怕同学们看不起她。其实大部分同学还是很友好的，就是之前开车那个金发妹团伙总嘲笑她。这天，金发妹故意丢垃圾，并且还让她爸来收。小美很气愤，但又无计可施。另一边，爸爸和朋友去别人家里边收垃圾，突然在垃圾桶里看到了个盒子。爸爸看着上边有汉字，就打算送给学中文的女儿。而这边的学校里，金发妹又来没事找事。这次小美没惯着她，就给金发妹说的挺生气的，俩人互相打了起来。紧接着，两人在学校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随后，她没敢第一时间回家，失去了邻居阿姨呢。阿姨表示这个年纪打架很正常，你爸不会生气的。回来，爸爸果然没问他打架的事，还表示给他准备了个礼物放床上了。听到这话，小美好奇的过去一看，就只能看懂4个字：许愿其次。结果这时校园群里炸锅了，是金发妹发了小美的照片，依旧嘲讽她爸是个收垃圾的。仔细一想，这盒子能许愿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。女孩刚对着这个魔盒许完愿，金发妹就开始全身溃烂。魔盒实现了女孩的愿望，于是她赶紧回到家，拍下了许愿盒上的中文汉字，准备找人问问是什么意思。与此同时，她发现家里的狗不见了，最后在地下室发现了小狗的尸体。小美很伤心，但她并不知道这就是许愿的代价。每完成一个愿望，她的身边就会失去一个生命。为了弥补自己的难过，小美许下了第2个愿望。她拜托魔盒，希望自己的男神爱上自己。然而到了第2天，男神就出现在了小美的面前，她高兴极了，没想到许愿盒这么灵验，因此男神还特意跟自己的女友提出了分手。另一边，小美的富豪舅舅打算来到浴室洗澡，结果脚下一滑，脑袋磕在了浴缸上，就此去世。与此同时，魔盒的音乐正好停止。回到家后，父亲告诉了小美舅舅去世的消息，但舅舅却没有留给他们1分钱。小美很生气，于是她上楼拿出魔盒。第3个愿望是希望舅舅的遗产全部给他。转过天来，就有人给爸爸打了电话，告诉了他所有的遗产就全部都由你来继承了。一夜之间，平民直接变富豪了。于是他们启程搬到了舅舅的别墅。小美和爸爸每人配了车，还买了好几套高档的衣服，也给朋友买了很多东西。他们滋润地享受着有钱人的生活。但是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，这次对应的是邻居阿姨。现在郑哥家里边做饭，水池子坏了，他去修理。同时，小美这边发现盒子打开了，里边放出了音乐。阿姨掏了半天都没有掏到东西，一不小心把头发绞到了里边。也就是在盒子关上的同时，阿姨被卡死在了家里。几天后，爸爸找到了一些以前妈妈的话，本来小美都快忘了，这一下子又回到了妈妈的阴影里，想问问爸爸当时妈妈为啥要自杀，但是爸爸也不知道。等到了夜里，小美发现记者在偷拍自己，就没当回事。但是音乐的打开让小美很疑惑，可翻译过来的汉字她又看不懂，然后向朋友询问魔盒上的中文意思。下课后，她来找了瑞恩的表妹，表妹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啥东西，说这个呀叫许愿盒，盒子下边有个落款人工雕刻的名字。接着就上网找到了个叫陆梅的资料，说是在1910年中国东北部地区有一场规模很大的鼠疫，陆梅跟她的家人都被怀疑感染了，就给他们隔离到了火车车厢里，没人管他们，最终家人死于脱水，只有陆梅一个人活了下来。家里的财产她也只是拿走一个盒子，她拿着盒子祈祷了7天7夜，在第7天的晚上，一个妖怪出现了，并进到了盒子里。从那之后，陆梅是想要啥就有啥，直到1922年去世了，是自杀的。盒子上说在音乐结束后会有事，而发生什么事，这几个字表妹不认识，她也需要找别人帮忙看看，就让瑞恩他俩先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小美又看到父亲在路边捡垃圾，这让她觉得很丢人，于是她拿出魔盒许下了第4个愿望，希望父亲变成一个有魅力的男人。当晚，父亲在家里举办了音乐会，把身边的朋友迷得神魂颠倒。与此同时，魔盒也开始了他的表演。朋友终于查到了魔盒的秘密，每次许完愿身边就要死去一个人，并且7个愿望过后，使用者本人也会跟着死去。另一边，表妹想打电话告诉小美，结果刚打通，身后的铁门就被大风关上了。女人吓得赶紧回到了屋内，突然她脚下一滑，跟雕像融为了一体。此时魔盒也正在慢慢的关闭。第2天早上，瑞恩想过来问问有啥事，却发现表妹的手机就在地上，就赶紧跑回家中，看见她已经去世了。他也意识到了情况好像没有那么简单，随后他来找了小美，问她有没有用盒子许过愿，但小美没当回事。在去食堂吃饭的时候，保罗叫她跟自己坐在一起，但同桌的马尾便不乐意了，并且其他的朋友也不太待见小美，这就让她非常的伤心。为了能做全学校最受欢迎的女生，所以她又找盒子许下了第5个愿望，她希望自己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人。当晚，小美就收到了同学们的邀请。等晚上回到家，小美再次想到了妈妈，也做了妈妈上吊的梦。
就把他给吓醒了。起身一看，外头有人拍他，小美拿了个耙子就追了出去，质问对方到底是谁。随后爸爸来问他怎么回事，这回他选择暂时不许愿，而瑞恩为了表妹，也开始调查起了盒子。第二天，小美来了阿姨家，结果发现阿姨死在了家里，这就让他也去相信瑞恩说的话了。完成愿望会有血的代价，他把这事跟朋友说了，俩人开始怀疑，觉得应该是巧合。朋友让他别激动，最好现在把这盒子给扔了。小美暂时答应了，但等到扔的时候，又想起了之前表妹的话，如果抛弃，所有的愿望都会消失。但她却忘了，在实现愿望的同时，身边就要失去一个人。这次小美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，电梯突然晃动了一下，女人赶紧打电话求助自己的朋友，可话还没说完，电梯门自动打开了。与此同时，魔盒也正在慢慢的关闭。就这样，小美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眼前的一幕让她终于意识到了魔盒的恐怖，但是她已经深深陷入了自己的欲望里。想到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，她再次拿起魔盒，许下了第6个愿望，就是让自己的母亲复活。话音刚落，母亲就走了进来，这时父亲也进来了，他端着蛋糕为小美庆祝生日，他们一家人享受着幸福时光。第二天，小美在家里的阁楼发现了一张魔盒的画像，她回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偷偷把一个东西扔进了垃圾桶，这下她终于明白了，母亲之所以自杀，就是因为受到了魔盒的诅咒。突然魔盒自动打开，又响起了音乐，小美立刻明白了过来，就叫了一声爸爸，转头就被电锯给锯死了。这回小美是真害怕了，觉得与其结果成这样，倒不如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就去找盒子许了最后一个愿望。回到发现盒子那个早上，一睁眼又回到了那个周一，爸爸和老黑正要准备出门收垃圾呢，他想跟着一块去，也给黑妹白妹打了电话。等到了房子附近，小美主动要求去翻垃圾桶，想比爸爸早一步找到盒子。到了学校，她去找了瑞恩，之前的那些经历让她知道，瑞恩才是真心对自己的那个人，想让瑞恩帮她去给埋了，要求是别打开看他。但这个愿望的代价来了，金发梅开车经过，小美没看路，正好撞上，死于交通事故。随后她想拿小美的包留个纪念，结果却在这时起了歹念。阳间有序，阴间有法。相传人在死后的49天内都要历经阴间7大王的层层审判，而只有通过所有审判的王者才能顺利投胎转世继续为人，否则将会被永远困在地狱，接受无尽的惩罚。小帅在一场救援任务中不幸从100米高空重重摔下，幸运的是他和怀中的孩子并无大碍。小帅询问小女孩有没有受伤，可女孩的父母却把她当成空气一样，和救援人员一起去了医院。这时小帅耳边传来一阵呼喊，只见2个黑衣人正站在危楼之下，他大喊着让2人赶紧离开这危险之地，却无意看见队友们围在一起，大家正在抢救另一个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。黑衣人自称是阴间使者，负责引渡阳间的亡灵去往阴间。卡片显示，小帅竟是100年难遇的贵人。要知道，距离上一个贵人已经过去了422年。随着一个漩涡的出现，小帅被带去了阴间，母亲和弟弟为他举办了葬礼。根据阴间的法规，他们必须在地狱接受7次审判，只有全部通过且宣告无罪的人，才能获得投胎转世的机会。因为是贵人，他获得了优先被审判的特权，而且还有3位阴间使者为其辩护。江林是他们的族长，1000年来让47位贵人成功转世，这是千百年来通过审判概率最高的身份。然而当他们进入到第1层地狱后，几名阴差瞬间傻了眼，没想到第1关竟然是杀人地狱。小帅也感到十分不解，他生前一心救人，怎么会犯杀人之罪？江林告诉他，杀人地狱也会审判间接罪行，如果有人因为他的言行而死，比如网络暴力也算是杀人之罪，所以不可以随便在网络上留言。就在小帅疑惑究竟杀了谁时，脚下的石板却突然裂开，变成大王开始审判小帅的罪行。原来在他生前的一次救援中，小帅不顾眼前深陷危险的同事，明明还有时间，却优柔寡断地担心安危和心生恐惧。如果他当时选择去救，同事就有机会存活，这是错过救援的黄金时间，而产生的间接杀人罪。判官以过失致死罪对小帅提出起诉，并要求对他处以50年的火汤刑罚。心怀愧疚的小帅一言不发，变成大王让江林进行最后辩论。江林询问小帅是否还记得同事最后说的话，原来当时同事被房梁死死压住，同事让小帅先去救其他伤员，等拿了装备再回来救自己。小帅把防毒面具留给同事，所以他并非是见死不救。最后小帅从火灾中一共救出了8人，他还以救火英雄的身份上了新闻。看到小帅奋不顾身，想要冲进火海去救同事，变成大王宣布小帅无罪。就这样，小帅顺利通过了第1关。接着他们坐船经过3途河，小帅疑惑为什么使者要帮助他。阿珍说这是1000年前他们和阎王的约定，只要帮助49位贵人成功转世，他们就能跟着一起进入轮回，而且还可以指定投胎对象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怠惰地狱，这里是审判王者有没有虚度光阴，而小帅生前勤勉充实，根本就没有懒惰和偷懒。楚江大王看着小帅生前工作的画面，不禁站起身来为他鼓掌。就在江林以为这一关要轻松通过时，楚江大王询问小帅，这么辛苦的动力是什么？
这让楚江大王瞬间脸色大变。潜在地狱被称为伪神，他命令判官松开主法，准备让小帅接受带堕地狱的酷刑。只见瀑布下是一个巨大的磨盘，密密麻麻的亡魂在上面拼命奔跑。使者急忙跳进水中抓住主法，江林再次召唤出夜镜。原来小帅生前打了4份工，白天灭火，晚上就到餐厅端盘子，利用年假到菜市场做搬运工，周末在公共澡堂打扫卫生。而他之所以拼了命的赚钱，是因为家里有个聋哑患病的母亲和想要成为法官而准备考试的弟弟。钱对于小帅而言代表一切。楚江大王为小帅的付出所感动，最终判决小帅无罪。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说谎地狱。可在经过一片刀剑林时，突然时间开始加快，周围出现了很多刀剑变成的怪物，他们朝着小帅不停攻击。江林解释，是小帅的直系亲属中有人变成了冤死鬼，冤魂在阳间游荡徘徊，小帅的阴间就变得乱七八糟。照这样下去，49天很快就会过去，他们恐怕很难通过7层地狱的审判。江林决定去阳间一探究竟，他让阿珍带着小帅继续上路，如果他们到了说谎地狱，碰到回答不了的问题，就尽量拖延时间。江林来到小帅家，发现原来是小帅的弟弟秀红变成了冤魂。江林追着他来到部队，却听到战士们在议论秀红，明明还有2周秀红就要退伍，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逃兵？原来几天前，秀红和新兵一起值班，新兵的枪不慎走火，打中了秀红。等中尉赶到，秀红已经奄奄一息，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自己升职，于是和新兵一起把秀红埋在了树林里。其实秀红还活着，秀红就这样被活埋成了冤魂。而中尉则对外宣称秀红做了逃兵，秀红带着怨气一直跟着新兵，新兵忍受不了内心的谴责，把标记埋尸的地图扔进了秀红的家。母亲看到地图立刻明白了什么，新兵想要自杀赎罪。这时秀红的冤魂突然出现，他恳请江林救救这个傻小子。而阴间使者最忌讳的就是干预阳间的事，秀红表示只要江林救下新兵，他就和江林一起回到阴间接受审判。最后江林答应了秀红的请求，成功救下了新兵，并帮秀红传话让新兵好好活下去。新兵听后决定振作起来，秀红的怨气也得到了平息。而小帅却在说谎地狱遇到了麻烦，判官宣读着他写给殉职同事女儿的信，小帅在信中假装是女孩的爸爸，让她一定要努力念书，将来成为正直优秀的人。小帅伪造信件的行为对女孩来说就是撒谎和欺骗，无辜的她一旦得知真相，必定会感到痛苦和绝望。而且这样的信他一共写了98封。判官控诉小帅犯有伪造书信之罪，泰山大王认为罪名成立，于是让手下先拔掉小帅说谎的舌头。阿珍见状请求开始最后的辩论。原来小帅不仅写信骗了同事的女儿，还给母亲以谎言写了15年的信。他对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明明被野猪袭击住进医院，他却说是陪不存在的儿子玩耍受的伤。为了让久病在床的母亲放心，小帅谎称他已经结婚生子。这些善意的谎言让母亲有了活下去的动力，同时女儿也因为他的信逐渐走出阴霾。虽然期待和希望越大，被发现时的失落也就越大，但他们也会因为这些失落而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。泰山大王最终宣布小帅无罪，三人来到了下一层不义地狱，受刑的亡魂会被关在冰块里，惩罚他们不曾助人的冰冷之心。小帅生前作为消防员乐于助人，直接通过了五官大王的审判。接着他们又来到背叛地狱这里，将辜负他人信任的亡魂关进镜子里，然后打破。宋帝大王认为小帅过着正义的人生，所以很顺利就通过了审判。然而到了第6层暴力地狱，小帅却被秦广大王宣布有罪。原来小帅在高中时期曾对弟弟无辜进行殴打，当时弟弟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脆弱到如同病人，需要被保护，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小帅打完弟弟就选择了离家出走，15年来他从未再回过家，也没有得到弟弟的原谅。这次小帅的暴力罪名成立，就在他将要被打入深渊时，阿珍急忙连线还在人间的江林，江林让他申请累计审判，因为这2层地狱之间有关联，只要小帅在下一层地狱被宣告无罪，就不需要接受这层地狱的刑罚，反之小帅将会累计罪行加重处罚，而3名辩护使者也会受到牵连，剥夺他们转世投胎的资格。最后秦广大王答应了阿珍的请求，于是3人继续上路，来到了第7层天伦地狱，审判他的正是阴间掌管一切的阎王。另一边母亲不相信儿子会做逃兵，于是抱着深渊的牌子来到部队。中尉看到地图变得气急败坏，他害怕自己的罪行败露，让士兵赶紧把母亲带走，结果孱弱的母亲被他推倒晕了过去。这一幕恰巧被秀红撞见，他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，挣脱束缚再次变回冤魂的状态。江林想要阻止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秀红化作一场巨大的龙卷风，漫天的风沙将部队迅速笼罩。强大的怨念影响了阴间的小帅，让他陷入了危险的流沙之中。江林急忙打开结界，秀红看到被自己连累的哥哥，
于是放下怨恨，变回原形。江陵趁机将他制服。与此同时，阴间也恢复了平静。阎王宣判小帅有罪，罪名竟是曾试图弑母。原来殴打弟弟的那天，小帅想要捂死昏迷的母亲。当时家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，母亲常年卧病在床，弟弟被饿得营养不良，小帅对生活失去了所有希望。他想让康复无望的母亲提前解脱，然后和弟弟一起吃安眠药自杀。结果小帅最后还是没有忍心下手，他把怨气全都发泄在了弟弟身上。因为愧疚，他不敢回家。15年来，他拼命赚钱，把所有积蓄都寄回了家里。阿珍解释，母亲当时处于昏迷状态，所以这件事中没有受害者。他恳请阎王宣判小帅无罪，然而阎王却召唤出夜镜。原来当晚母亲已经醒了过来，母亲一直等着因罪恶感离家却迟迟不敢回来的小帅。得知真相的小帅懊悔不已，阎王让判官宣读小帅有罪的判决。这时地狱突然地动山摇起来，夜镜显示秀红正在给母亲托梦。他告诉母亲自己在天国做了法官，他原谅了哥哥，因为是在梦里。母亲也开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因为得到了母亲的原谅，阎王将小帅的罪状撕毁，他宣布小帅无罪。随着一阵亮光出现，小帅作为贵人进入了转世轮回，秀红则成了第49位贵人，使者将继续踏上他们的救赎之路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个老师上一秒刚教训完上课熟睡的学生，下一秒脑袋就轰得炸开。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直接吓得同学们呆愣在原地。紧接着，一个长相狰狞的不倒翁跳到了讲台上，他双眼闪烁着红光，紧盯着每个学生，死亡还在不断上演着。随后，他们发现，只要不倒翁转过身的时候，动的那个人就会死去。混乱中，两个男生试图趁着不倒翁转身的间隙，想要打开教室的后门，而此时不倒翁猛地转身，两个男生立刻爆体而亡。教室中弥漫着慌乱和惨叫声。班长这时冷静地站在人群中央，他发现不倒翁身后的按钮或许就是逃生的关键。一个男生决定冒险冲出去按下按钮，他拼命奔跑，但在接触按钮的瞬间，不倒翁却突然回头。接二连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剩余学生的理智，地上的红色弹珠越来越多，只剩下班长和小帅站在遍地的尸体之中。此时倒计时只剩下30多秒，就在小帅绝望之际，班长让小帅踩在自己的身体上冲到讲台，这样就不会被地上的红色弹珠滑倒。他不敢迈出这一步，班长此刻已然将生命交付给了他。时间紧迫，在最后关头，小帅按下了按钮，不倒翁从地上弹起来，大叫着宣告游戏结束。班长赞许地朝小帅比了一个大拇指，但就在下一秒，班长的头也爆开了。他用最后残存的意识对不倒翁竖起了中指。原来只有最终按下按钮的人才能存活下去。这时教室的门被打开，他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愣在原地。很明显，他也是另一个教室唯一幸存的人。两人商量过后决定报警，但手机却显示没有信号，他们便朝着校门口跑去。可是很快他们便发现所有的门都打不开，就连窗户也是如此。无奈他们也只能按照提示前往下一个地点。这时已经有不少人赶了过来，还有一些人正穿着形似老鼠的服装。一个自称学生会长的男生走过来，让小帅和小美也穿上老鼠服。就在这时，地板突然塌陷，一只巨大的招财猫缓缓升起，下一刻他的脑袋飞速弹起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慌乱中，小美看到了地上缓缓滚来的铃铛，看来这一局的通关条件就是把铃铛投入猫咪身上的篮筐中。小帅马上把事情通知了大家，体育生阿坤示意小美把铃铛给他。看着铃铛精准地落向篮筐，众人也是振奋不已。可猫咪伸出手稳稳地抓住了铃铛，下一秒阿坤就被猫咪甩来的铃铛重重地撞在了墙上，现场再度陷入一片混乱。就在猫咪继续享受大餐的时候，小帅却发现这只大猫好像只攻击穿着老鼠服饰的人，于是连忙招呼大家脱下衣服。眼前没有老鼠，大猫也安静下来。但就在众人商讨破局之法时，安静下来的猫咪又开始动了起来。显然老鼠没有了猫咪就开始无差别攻击人了。小美被吓得跌坐在地，眼看着就要葬身于猫腹，大猫却停了下来。原来是小帅穿上了老鼠服，吸引了猫咪的注意。小帅一边辗转腾挪，一边催促着众人赶紧投篮。众人都畏惧着不敢向前。突然小帅听到了耳边传来了声音，原来只有身着老鼠服才能听到猫咪的声音。小帅连忙按照大猫的要求帮他抓痒，好在小美带领着众人前来帮忙。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大猫终于安静地睡着了。这一下投进铃铛就轻而易举了。就在小帅想要凑近大猫完成投篮时，却被众人拦了下来。他们担心和之前一样，只有最后投进铃铛的人才能活命。不料吵闹声惹醒了大猫，几下就把眼前的两人切成了生鱼片。此时铃铛上的时间也所剩无几。小帅叫上小美跑进了器材室，不久两人便抱着2个衣服包裹的球一左一右的冲向大猫。大猫分不清哪个是铃铛，谁料小帅奔跑途中衣服下面的篮球漏了一角，于是转身拦下了小美手中的球，结果衣服里面包裹的也是一个篮球。原来真正的铃铛一直都在小帅手中。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，铃铛也向着篮筐飞去。如此精密的计划居然败在了投篮技术上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一个黑色的身影飞快地越过了大猫的头顶，在最后的时间里
将铃铛稳稳地扣进了篮筐。就在小帅和小美在为劫后余生庆幸时，其余3人竟然全被黑衣男干掉了。随后他表示废物根本不配在神的游戏下活着。大猫口中喷出了大量白雾，众人也消失在浓雾中。显然游戏还没有结束。被迷晕的小帅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醒来，一个漂亮姑娘正在一旁紧紧地盯着他。眼前之人正是初中时期的好友小丽。几个诡异的木偶从门外飘了进来，他们热情地邀请路人甲玩游戏，他也欣然应允。游戏规则是蒙住眼睛，在一首歌结束后猜出谁站在他身后。随着游戏的进行，路人甲的脸色逐渐难看起来。歌声停止后，他依旧没有头绪，最后只能颤抖地猜了一个名字。显然他的运气不够好，没几下路人甲的脑袋就被磕成了烂西瓜。不够尽兴的几个木偶又盯上了缩在角落的短发女。看着路人甲的惨状，他颤抖着拒绝了几个木偶的邀请。可当他听到不配合就立马死亡时，又重新表示最喜欢玩游戏了。一首歌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短发女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没一会，短发女就被撕成了2半。小丽听到下一个就是自己时，更是直接瘫坐在地。然而小帅站出来要替代小丽。一首歌很快结束，小帅却迟迟没有给出答案。答题时间已经过去，小帅却在这时迅速说出了答案，但他还是死路一条。忽然小帅表示他并没有超时，原来他早在短发女进行游戏时就录制好了游戏结束的提示音。刚刚第一声也是他用手机放出来的。他又一次活了下来。拿到钥匙后，2人便出门寻找其他人。还没走2步，就看到一个男生正被一个黑色的木偶追逐着。男生告诉2人，只要牵手就不会被攻击。可下一刻，几人看到了被木偶追逐的小美。小帅也是第一时间扑向了小美。小丽在旁边伤心地看着。脱困的几人来到一个房间，得知只有7个人同时插入7把钥匙才能进入下一关。可在场只有6个人4把钥匙，2分钟内凑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3把钥匙被一把一把的扔了进来。之前的黑衣男也拽着一个男生走了进来，可多了一个人怎么办？闻言，黑衣男诡异地笑了。7人同时插入钥匙，墙上的大脸也退出了一条路，洞里是一片雪白的景象。而这时，一只雪白的大熊也缓缓地滑了过来，最终重重地落在众人身前。这一局的游戏却是异常的简单，只要7人诚实地回答白熊的问题就能过关。第一个问题是众人最喜欢的食物，简直就是送分题。众人纷纷给出答案，但是白熊却恼怒地指责众人之间有人撒了谎，并威胁2分钟不能交出说谎者就全员死翘翘。谁会在这种时候说谎呢？他又有着什么目的呢？很快，一个喜欢吃芹菜的人被指了出来。另一个男生见状也是连声附和，男生百口莫辩，最后也只能呆呆地看着白熊。下一个问题是众人是否喜欢小帅，后面的男生立马表示不喜欢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黑衣男居然说了喜欢。2位女生也是大方地表示喜欢，但轮到小帅自己，他却坦言不喜欢自己。原来此前他一直厌恶着自己无聊又咸鱼的人生。可白熊眉头一皱，紧接着又怒吼道有人撒谎。这下众人彻底乱了。猜疑、愤怒、恐惧充斥着众人，白熊也趁机拱火道，他的同伙潜伏在众人之中。而此时，一位男生像是抓住了最后的稻草一样，表示他和另一位是同校。小帅、小美和黑衣男3人又是同一所高校，只有小丽来历不明。小美却站出来表示她和小丽初中就相识，她不可能是叛徒。可这时众人哪里还听得下去？他们只是需要找一个替死鬼罢了。眼看白熊就要动手，小丽连忙推开了小美，血液从缝隙中涌了出来。显然小丽不是叛徒，那真正的叛徒又是谁呢？到底是谁在一次又一次的说谎呢？原本7人的队伍现在也只剩下5人。忽然小帅大喊道他已经知道了是谁在说谎，说着就将手指向了游戏的主导者白熊。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白熊，刚刚小丽的血融掉了白熊熊掌上的白色涂料，下面的黑色才是白熊真正的颜色。被揭穿的白熊气急败坏，向着小帅袭来。黑衣男见状也是连忙上前帮忙，2人合力将白熊引到了坑里。随着白熊身上的白色涂料融化，这局游戏也宣告结束。存活的5人来到了最后的关卡。这局游戏的主导者是几个破旧的俄罗斯套娃。游戏的规则是鬼抓人，鬼看到人叫出名字，再踩一下放在广场的罐子就算成功，捉到3人以上鬼就赢了，而被捉到的人也可以被救，只要存活的人踢一下罐子就行，但踢到的瞬间罐子就会爆炸。抽完签后却是最难对付的黑衣男抽中了鬼，他很快就搞定了3个人，只剩下小帅躲在角落。稳操胜券的黑衣男也不急，稳稳地坐在罐子旁边，声称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不会再去找小帅，并愿意和他一同存活下去。小美也大声呼喊，让小帅躲好不要出来。他想起与小美的点点滴滴，也不愿就此放弃。他眼神坚定地望向一处，那里摆放着布满灰尘的盔甲。黑衣男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声音，只见小帅身着盔甲踉踉跄跄地走来，头盔挡住了小帅的脸。黑衣男看不到就无法根据规则抓住小帅，同时厚重的盔甲也能抵挡罐子的爆炸，但盔甲的重量让小帅行动迟缓，没几下就被黑衣男逼到角落拽下了头盔。可就在黑衣男准备去踩罐子时，却被一条铁链拦了下来。另一头的小帅也是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黑衣男被巨大的拉力拽到墙边，另一边脱下盔甲的小帅爬了上来，踉跄地向着罐子跑去。
解开束缚的黑衣男也紧随其后，两人同时冲向罐子。小帅最先踢到了，可预料之中的爆炸并没有发生。套娃出现宣告着游戏结束。无法接受失败的黑衣男癫狂地拽着套娃，而套娃却说这一局失败的人不会死亡，玩得开心最重要。四周升起了烟花，最大的套娃里面放着5根雪糕，众人吃着雪糕看着烟花，感叹着自己终于活了下来。小帅也和小美靠在一起，幻想着出去以后的时光，可小美的表情却突然变得凝重。小帅看着雪糕棒露出的一个字，高兴地说中奖了。可看到失魂落魄的小美时，他也不敢相信地呆愣在原地。雪糕掉落在地后面的字也露了出来。存活原来除了体力、智力、想象力外，最后还需要的是一点运气，而小美显然差了这一点运气。他和小帅做了最后的告别。黑衣男从地上捡起了刻着存活的雪糕棒，除了他两人，其余全部是死亡。最后存活的小帅和黑衣男站在立方体的顶端，俯视着地上狂热的人群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你能从户型图看出这栋房子里藏着一桩命案吗？给你3秒观察其中的诡异之处。今天来看这部根据爆火悬疑小说《鬼屋》改编的电影《鬼绝屋》。灵异博主小帅的编辑最近准备在东京买房，本来都看好了，各方面都很满意，但他老婆看过户型图后却直呼诡异，说什么都不肯买。原来1楼厨房和客厅的墙之间多出了个奇怪的隐藏边界，中介也不清楚这空间是干嘛的。虽然不影响生活，但总归怪怪的。小帅顿时来了兴趣，帮忙联系了丽媛先生。他不仅是个有名的建筑设计师，更是个侦探迷。丽媛接过平面图，只看了一眼，就说这个房子他绝不会买。小帅追问原因，首先自然是那个隐藏空间，这一看就是被特意建造出来的，又指向了2楼的儿童房。你看这个房间的门不觉得诡异吗？为什么不直接朝走廊开，要从主卧绕一圈呢？他就像是怕什么跑出来似的。而且这儿童房连个窗户都没有，但却建了单独的卫生间，也就是说里面的人吃喝拉撒都不用出来。这整体的布局就好像要把这个房间藏起来一样。此话一出，小帅顿时脑补出了一个孩子被囚禁其中的场景。而这还没有完，接着丽媛又说起旁边诡异的隔层，通过隔层可以直达浴室。这种独特的布局显然是为了杀人而特意修建的。小帅只觉得天方夜谭，可这时同事却打来电话，决定不买这栋房子了，因为就在刚刚有新闻报道，在房子的周围发现了被肢解的尸块，而且警方找遍现场，唯独缺少了左手掌。小帅虽有害怕，但缓过来后却觉得这是一个完美题材，只要将其记录下来再发到网上，一定会大火。于是说干就干，连忙来到房子周边四下拍摄。然而这时他却看到一个奇怪的女人正对着房子一动不动，但小帅并没有多想，回到工作室就忙着剪辑视频，把视频发到了网上，果然广受好评。突然一个名叫右希的女孩发来留言，声称自己知道一些关于房子的秘密。于是当天晚上，小帅便将其约到了工作室。据右希所说，她的丈夫3个月前离奇失踪，5天前尸块在一片树林被找到，经过 DNA 检测，那正是自己的丈夫。而与其他被发现的尸块一样，她丈夫的左手掌同样不知去向。随后右希拿出了一张房子的平面图，经过对比，发现这栋房子与之前那所极其相似，尤其是儿童房的设计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有所不同的是，在儿童房的一侧多了一处3角区域，而且在下方还有一个隐蔽的空间。丽媛大胆猜测，这里正是用来存放尸体用的，但这一切都只是理论上的推理，并无实际依据。回到家后，小帅正查看白天录制的视频，突然计算机画面无故闪动，紧接着房间里的灯光骤然熄灭。小帅只能打开手机灯光四下查看，就看一个头发泛乱、长相恐怖的女人冲了出来，大叫着不许再查那栋房子。当他再醒来时，丽媛已经来到了家中。起初，小帅还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噩梦，可脖子上那清晰可见的痕，却预示着这件事并不简单。而且这时，丽媛也说起了刚刚经过楼道遇见的怪异事情。当时他发现小帅的同事倒在了门口，而且神情恍惚。可等两人再次来到楼道查看时，同事正失魂落魄地朝房间走去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就此打住，千万不要再探索关于房子的事情。丽媛也知道再查下去很可能小命不保，于是好心劝告小帅停手。而此时的小帅满脑子想的都是流量，为此他不听劝阻，隔天便带着右希来到了同事看中的那栋房子。两人直奔诡异的儿童房，果然发现了柜子下的密道，屋里还到处是抓痕。小帅不禁后背发凉，向身后看去，只见右希正诡异地歪着脖子，死死地盯着他。小帅吓得一个箭步冲出了房子，刚好门外有邻居，他抓着人家大喊报警。而右希看到有路人便眼跑掉了。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当天晚上右希竟然找上门来道歉，接着主动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右希的真实身份则是女房主的妹妹，他们出生于一个工薪家庭，一家人本来生活得十分幸福。可有一天父亲突然意外去世，而在那不久后，姐姐也跟着离奇失踪。右希焦急万分地询问母亲是否知道姐姐去了哪里，可母亲却表现得从容淡定，还千叮万嘱不要再询问姐姐的去向。自那以后，一位远方亲戚会定期来家中视察，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让右希格外不适。于是几个月后，他便搬到了外面居住。可这天他突然收到了姐姐的来信，再次见面，
姐姐已经结婚生子，可姐姐刚想对她道出一切，这时一辆车子的到来却让她欲言又止，在留下一张纸条后便匆忙离去。自此之后，姐妹俩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佑希将纸条交给小帅，上面写着的是2处房子的地址，一处是同事看中的位于东京的房子，一处则是远在埼玉。而他之所以会隐瞒真实身份，完全是担心小帅得知真相后不敢再继续调查，如此一来，他便失去了寻找姐姐的忠实搭档。小帅索性也敞开心扉，他表示前不久从邻居家得知，那栋房子的主人搬走后，有一天晚上他看见阳台处站着一个黑影，当时还用摄像机拍了下来。小帅放大之后发现，那道黑影竟然与闯进家里的神秘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他们隔天带着照片找到丽媛解惑，很快丽媛就根据照片疏通了整个事情经过。首先，佑希的姐姐4年前是在埼玉居住，直到2年前才搬到了东京的房子。而当时佑希看到姐姐时，她的孩子浩仁还很小，这说明浩仁是搬到东京后才生下的。而通过照片发现，东京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小孩，结合小孩的身形来看，说明早在埼玉时就已经有了。他们一直将小孩囚禁在儿童房里，后面随着佑希的姐姐怀孕有了浩仁，于是才特意加盖了3角区域。至于后面一家人为什么搬去了东京居住，目前还尚未可知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现在2栋房子的周围都发现了碎尸，说明佑希姐姐一家很可能就是杀人凶手。然而此话一出，立马遭到了佑希否决，毕竟在他的印象里，姐姐一直十分善良，杀人的事情根本无从说起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又想起了自己家的老宅，因为那里经常传出有人离奇失踪的案例。再联想起姐姐失踪后，家里有远房亲戚频频到来，或许姐姐一家的老宅里存在某种关系。说完，他便拿出老宅的平面布局图，从上面看，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仿如一把利刃将房子一分为2。而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佛坛，周围的房间全都没有窗户，独特的布局怎么看都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于是为了搞清楚这背后的真相，佑希带着2人找到母亲询问，可没想到母亲一听到老宅，顿时脸色大变，紧接着就将几人轰了出去。没有办法，佑希只好带着小帅前往老宅实地调查，而丽媛则是察觉不对，冲回佑希母亲这里打听情况，接着不顾阻拦，径直冲进房子，果然在暗格里发现了诡异面具以及致幻药物。很显然，佑希母亲就是袭击小帅的那个人。而另外一边，佑希他们终于成功抵达了老宅，一番摸索后，他们在姐姐居住过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道暗门，不知为何那暗门始终打不开。就在这时，黑暗中一道身影缓缓逼近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失踪已久的姐姐。随后他带着2人来到了家主面前，老头是姐妹俩的爷爷，他们的家族名为片渊，是当地影响力最大的家族。就当佑希询问姐姐的儿子浩仁在哪里时，一旁的奶奶突然发出了诡异的笑声。佑希见状没敢继续追问。当天晚上，佑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醒来时发现丽媛也来到了这里，随后他便将从佑希母亲口中得知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原来早在明治17时，家主爱上了一个侍女，然而此事很快就被正妻得知，一怒之下将她囚禁于密室，整日拳打脚踢，最终导致流产。自那以后，侍女的精神逐渐恍惚，终于在有天夜里，她选择了自残，砍掉自己的左手，失血过多而亡。但临死之前，她给家族下了邪恶的诅咒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正妻生下来的孩子就缺少了左手，这恐怖的巧合不得不让家族相信是诅咒在搞鬼，于是赶紧请来灵媒寻求破解之法。然而灵媒却拿钱不干人事，让继承家族的血脉且没有见过光的孩子在年满10岁时杀人，并砍下那人的左手掌，以此献祭给侍女的灵魂。而且这种仪式必须要连续30年。丽媛推测这间老宅势必也隐藏着密道，于是几人私下搜索，果然在佛坛背面发现了一处暗格，侍女的牌位赫然呈现在眼前，而在祭坛之下还摆放着2具左手的遗骸。随后几人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间囚室，在那里面囚禁的正是不满10岁的小孩。就当小帅准备上前看清楚样子时，不料突然被一棍子打晕过去。等再醒来时，几人已经被关在了地牢中，姐姐姐夫也一同关押在这里。原来他们在地牢发现了被献祭的男孩，他名叫小可怜，从小就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。为了拯救男孩，2人悄悄将其带到了埼玉居住。在2年后，随着浩然的出生，原本埼玉的房子已经不够居住，这才举家搬到了位于东京的房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他们最终还是被家族发现带回了老宅。而那天夜里，邻居所拍摄下的面具男孩，就是小可怜担心弟弟浩仁偷偷爬出密室照顾的画面。丽媛终于搞清楚了一切，原来一开始他的方向就错了。如此隐蔽的密室既可以用来杀人，当然也可以拿来藏人。是没想到房间虽然隐蔽，可最终还是被家族的人发现。现在误会已经解除，就当几人商量着如何从这里逃出去时，不料一群头戴面具的人冲进来，将他们带到了另一个地方。在这里，姐姐终于看到了许久未见的浩仁，而紧接着，小帅很不幸被选为了献祭对象。只见小可怜手持斧头，正一瘸一拐走过来。关键时刻，姐姐大声呼救，总算是唤醒了小可怜的理智，故意砸偏位置。姐夫趁机摆脱束缚，掩护众人逃离。然而没一会，奶奶就拿着电锯从身后发疯般冲了过来。好在老眼昏花，电锯正好卡在了石头上。就在这时，一把砍刀直接将密室劈开。来人正是先前屡屡出现在佑希家中的远房亲戚。作为家族的继承人之一，他发誓要将所有人赶尽杀绝，如此便可以独享家族的巨额财产。
家主却发起突然袭击，一刀将其送走，接着又砍掉左手，径直带回了地牢。不久后，众人搀扶着总算逃离了老宅，而顺着山下的方向看去，老宅已经燃起熊熊大火。不久后，警方在现场找到了多具被烧焦的尸体，可经过 DNA 比对，却唯独缺少了姐夫。事后，姐姐主动交代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当时她跟丈夫搬到祁煜后，本想着去拜访邻居，不料进去后却发现对方因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家。由于正逢左手供养仪式即将到来，他们便偷偷砍下死者的左手带回了老宅，之后又将剩余的尸体分解埋在了房子周围，所以才有了影片开始时的分尸惨案。在经历诸多事情后，小帅放弃了将视频发至网上大火的机会，因为他觉得有些秘密还是埋藏在心里比较好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窗帘后面却传来了奇怪的声响，地上竟爬满了蛆虫。影片的最后，右西来码头找妈妈和姐姐，怎料却听到了一段细思极恐的对话：今年的左手供养就快到了，放心吧，再帮忙想办法的。从母女俩最后的对话不难看出，母亲一直在暗中帮忙进行左手供养。那么姐妹俩的父亲难道真的是意外去世吗？这背后的真相显然没那么简单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如果每分钟给你几十万，你会待在这里吗？小妹因赌光全部财产被带到一间密室，她只要在房间里睡觉，每分钟就会有几十万的收入，就连盒饭都是几十份。苦恼的她只能每样饭菜都尝一口，这可真是所有人向往的生活。可她不知道，这样害苦了其他的7个人。原来这里不止她一人。小帅因被好友骗取投资，最终输光所有资产，另外还欠了几十亿高利贷。可就在要跳下去的一刻，手机收到一条信息，打开发现每收到一条短信都会给他打款100万，短短几条竟到手400万。原来是有人想要购买他放弃的时间。没多大会儿，一辆加长版林肯停在他身边，好奇的小帅决定一探究竟。他被带到一处剧场，桌子上的信封吸引他，等他打开信封，这才知道游戏规则。本次节目不需要任何投资，唯一要的就是放弃自己的时间，而且这里还会免费提供住宿和食物，奖金会随着时间积累。设定时间到24小时，那么就会自动结束。如果有参赛者死亡，节目也会强行终止。如果对节目不感兴趣，可以拿走桌子上的2000万离开。想要参加就选择一个号码并越过窗帘。小帅本想拿钱走人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欠下的巨债，相比在这馆吃馆住还可以赚钱，正常人都会选择留。等他走进来，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，不禁感叹这里是真的好。门上的时间应该就是24小时，难道这个活动的时间是1天吗？他选择的是3号牌子，就是3楼的房间。很快一个传送电梯缓缓打开，里面一身衣服一双鞋子，中间的书则是游戏规则。原来参赛者要换上指定的衣服鞋，上面的则是积分牌，可以查看积累的奖金。除了食物跟水是免费，需要购买任何物品可以使用兑奖机，购买物品所需要的钱将会高于外面10倍的价格从奖金中扣除。房间以外的物品可以在外面的广场进行购买。从午夜到早上8点必须待在房间里，否则就会扣除1半的奖金。刚换好衣服的小帅发现上面的衣兜全是假的，都是画上去。这时积分牌出现3万元，等过去1分钟后又变成了6万元，这才短短3分钟就有了几万元。这一天的工资可抵得上普通人1年的收入，想想真的好激动。于是小帅简单的买了一床被子，打算明天带着钱离开这里。等第2天，小帅发现这里并不是只有他自己，然后他们发现广场上的数字居然变成了35小时，吃的食物是假的，衣服上的口袋是假的，只有参赛的8名嘉宾是真的，其他几名参赛人员都整整齐齐，穿着提供的衣服，只有8号妹穿的特别慷慨大方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刚点了技师呢，可其他几人显然没这个心思，因为上涨的时间还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蹊跷。就在众人困惑时，只有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发现了疑点，他认为在外面购买东西花的是大家共同的钱，只要在这买东西，计时器上的时间就会减少。6号选手迫不及待地想去试试，他买了一包长寿烟和一个打火机。等他拿到东西，上面的时间果然减少了2分钟。现在大家只要思考，怎么能在计时器不归零的前提下花钱？也就是说，在房间里需要买的东西，放在外面购买可以省下一大笔钱。可每个人的生活用品都不同。就这样，8人终于都拿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，而我们的小帅拿到桶的第一时间跑了出去，憋了1天，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释放了。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盥洗室，折腾1天了。说好的管吃管住，可就是不见食物在哪里。这时我们的8号妹很奇怪地问众人为什么不吃饭。我走在传送电梯里看到很多盒饭，好家伙，原来她一个人吃了12份盒饭，当然了，她肯定吃不完的。这时众人就猜想，那些食物会不会是分给他们8个人的？不过也不能全怪8号，因为房间的东西是不能带出去，否则就会扣除他1半钱。这时我们的7号又站出来，他料想食物一定是从8楼开始往下，而一共有12份食物从8楼开始，一人如果拿2份，可怜的1楼是拿不到食物的。这种制度会造成不平等的社会。随后7号建议大家去8楼查看一下，当然我们的8号妹肯定不会拒绝。等众人来到8楼惊呆了，
这里简直就是总统套房啊！而且8号的收入居然是1分钟几10万，这可把其余的几人羡慕坏了，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没有8号高，住1楼的更惨，每分钟只有1万块。最终7号算出了规律，原来每层楼的钱数，只要把前面的2层的相加，就是本层得到的钱，以此递增，收益最大的就是8，高达34万每分钟。但至今几人只知道了每层楼的收入，可游戏的发行者并没有告诉他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比赛。难道这是一款考验人性的游戏，还是让他们自行抢夺高收入的楼层？就在众人心事重重的时候，只有8号妹玩得很开心。这也难怪，谁让他的收入最高呢？最后7号提出建议，那就是怎么能控制流失的时间，让他们利润最大化，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。接下来他们想到一个分享食物的办法，因为有12份餐盒，每层各拿1份，剩下的4份放在收入最低的1号那，吃不饱的可以去1楼吃剩下的4份，看起来是一个好办法。可这种团结又能维持多久？很快就出事了，外面的计时器还剩下短短15分钟，这表示有人用外面的电话购买东西。原来是8号的大长腿，他竟然用公共的电话购买大量的衣服，这也让计时器上的时间大大的减少。就在几人气愤时，8号很奇怪，是为了时间吗？这时他又说出了一个秘密，原来这个时间是有办法可以增加的，那就是不断的爬楼梯就会上涨。很快时间归零，节目要终止了。就在他们不甘心这么离开时，计时器又弹出了24小时，看来8号才是终极玩家。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隐藏的规矩，但聪明的7号好像猜到了主办方让他们来这个目的，那就是让他们发生冲突或者打起来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8人团结起来。时间在流失，不知道这种状况他们能维持多久。但从白天发生的事情来看，已经有人对8号产生了异样，因为每天爬楼梯，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，一天14份盒饭根本就吃不饱。于是他们又改变了计划，那就是爬楼梯的人分成2组，轮班去做，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食物分给工作的那组。这种提议几人纷纷赞同，就这样他们8个人分成2组轮班工作。可倒霉的1楼是个残疾人，他刚好跟暴躁男6号分到了一组。被欺负的1号并没有生气，他反而感觉是自己的身体拖累了众人，于是他主动提出帮楼上的7人收拾垃圾，看来这也是个好办法。他用等同的价值换来了大家的满意，可几天下来还是出了问题，因为不管他们多么的努力，爬楼梯计时器上的时间不增反减，而8号再也受不了这种体力活，尽管他撂挑子不干了，可是收入低的几人还是选择继续爬，连续每天的体力活。4号再也受不了，累得当场发作。就在他们要用时间购买药时，却遭到6号的反对，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。他们打完架，看到增加的时间，这时的7号也终于反应过来，并不是爬楼梯给他们增加了时间，结合刚才的争斗，看来主办方是想看他们内斗或者表演，也许是他们看到8名参赛者天天爬楼梯感到厌倦了，这才改变了规则。既然他们想要看节目，那也好办。现在有请3号嘉宾小帅为大家表演吃播。小帅对着房间的摄像头疯狂试探，然而7号告诉他时间并没有增加，看来主办方并不喜欢这类节目。7号猜到了他们一定喜欢娱乐的节目，说着他自告奋勇第一个表演，他的才艺就是吹箫。等他表演结束，计时器果然增加了20个小时，看来他的猜测是没错的。既然再次找到了可以加时间的方法，7号便问起大家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节目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谁不想挣到更多的钱呢？如果不结束这次的节目，那么他们就会永远的留在这里。最终他们将发言权给了收入最低的1号，他现在每天能挣1440万，如果10亿是他的目标的话，除去他每天花费，那么他们最少要在这待上2个半月。于是他们就痛快按照1号的决定，接下来他们就用才艺赚更多的时间。有人表演唱歌赚钱，6号借着劈瓦片炫耀了一把力气，唱歌可真是要命，他的时间只增加了1小时50分钟。接下来就是3号小帅的表演，成功的赚到了18分钟，一轮下来时间已经长到了100多个小时。那么还有最后一位8号，等他表演完就可以算出来大家一天赚的总数。然而8号的表演并不想在广场上展示，他竟然想展示运动。好家伙，这也太直接了，没办法，他只有这个才艺。看到7号拒绝，他只好再去找别人，最终他选择了6号暴躁男。接下来少儿不宜你们就别看了，而他赚的时间也是最多的，足足增加了69个小时。一天下来，大家努力的赚到了170多个小时。然后1号提出了一件事，就是之前爬楼梯，他帮楼上的几人收拾垃圾，现在竟然找到了新的规则，还有他自己的房间已经臭味熏天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于是8人打算通过投票选出1人的房间当厕所。投票开始，3号心里慌了，因为他的才艺是赚的最少的。可结局意外的是，居然还有一半的人投了8号，因为有人认为他的房间最大，赚钱最多，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。没有悬念，8号当选，这意味着其他的7人可以去他房间上厕所。虽然这么愉快的决定，但他们以为8号妹真的会这么听话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样的宠物你想拥有吗？别看它其貌不扬，它可是刀枪不入的存在。
自从男人拥有了她，一天之内杀了几万人。男人名叫小帅。这天他刚放学，发现一本笔记本，雨水却无法打湿。他好奇地带回家，打开笔记本，里面写道：在本子上写谁的名字，谁就会死。小帅根本不相信，可能只有猪才会相信吧。这时新闻里正播放一起杀人案，他随手就把犯人的名字写了上去。写完后他自己笑自己是猪，可第二天打开报纸，他惊呆了，那人竟然真的死了。他连忙冲回房间确认了一遍，确实是这个名字。但智力超群的小帅很快冷静了下来，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巧合。他决定要亲眼验证这个笔记本的力量。晚上，小帅带着笔记本跑到最凶残的恶霸面前，缓缓地掏出笔记本，用力地写下他的名字。笔记本使用规则：规则1，写名字的同时脑海里要想象对方的脸；规则2，可以写上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死因。如果只写名字，对方就会在30秒后心脏麻痹而死。就在这时，这个罪犯真的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一个怪物从天而降，真正的死神小黑登场了。他告诉小帅，只有拿到笔记的人才可以看见他。小帅已经成为了他的新主人。听到这里，小帅心中狂喜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都在本子上挥毫泼墨。全球的罪犯大量死亡，他渐渐觉得周围的人都是麻瓜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在重复着低级的犯罪，而某些拥有保护伞的人，法律根本制裁不了。他深感这个世界正在腐败，而现在自己就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。他要创造一个没有犯罪的新世界，然后成为新世界的神。小迷妹们甚至给这个正义使者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，救世主基拉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基拉是全国第一的法学系学生，而且就站在他们身边。由于大量的犯人突然死亡，国际刑警组织盯上了基拉，不能让他胡乱屠杀，但他们却毫无头绪。上头得知此事，派出了他们的王牌侦探他很神秘，这次也只是通过电脑协助。局长很快的就开始了行动，出现在全球直播电视台，说基拉是个幼稚的人，如果滥用私刑的话，文明社会将因此沦为野蛮事件。小帅看见电视里的不屑一顾，很快电视上的他就因心脏麻痹而亡。这是真正的才出现，原来刚刚只是死囚替身。还告诉小帅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，因为这并不是全球直播，只在日本关东地区而已，针对他的搜索范围会越来越小。节目的最后，当还向基拉发出了挑战宣言：我将在不久之后亲手将你送上死刑台，因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小帅感到非常愤怒，他认为自己才是正义。至此，两位天才开始正式交锋，跟局长他们汇报他的调查进展。他把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合成一个表格，是课表。不愧是王牌侦探，确认基拉是个学生后，范围就缩小了很多。此时的小帅正跟家人吃饭，没想到局长竟是他父亲。他在饭桌上套出父亲就是查基拉的负责人。小帅偷偷地入侵了警方的资料库，发现警方正在对学生进行调查，于是他开始了反击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帅用笔记预先设置好每个犯人的死亡时间，设定成每小时死一个，这样他就能一边上学一边杀人。警方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，但这还是被看穿了。他认为刚刚才怀疑他是学生，他就马上改变了杀人规律，这就说明他对警察的情报了如指掌。换句话说，基拉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自己人之中。没过多久，小帅发现不知道谁在跟着他。晚上他看着新闻里的逃犯，想到一个办法。第二天他带着女朋友坐公交，果然跟踪他的人也一起上了。昨晚新闻里报道的逃犯竟然上了同一辆公交车。他拿出枪要挟司机，要求拿1亿来赎人。这时小帅拿出一张纸条给女朋友看，字条里写着他会趁其不备制服歹徒。后面跟踪人也看到，叫他别乱来。但小帅说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可是警察的儿子。见小帅马上要动手，跟踪人马上拿出自己的证件，原来他是 FBA 的探员雷警官。忽然小帅的纸条掉落在车上，逃犯发现了异常，他过去捡起，看见字条的内容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怪物出现在逃犯面前，原来这张只是死亡笔记的纸片。逃犯惊恐开枪，但根本打不到死神，他慌忙地跑下车，不料刚下车就被撞死了。显然这一切都是小帅精心设计。他在笔记本上如实写道：逃犯3月29日死于车祸，他搭乘10点12分的巴士，持枪企图勒索巴士公司，途中看到了幻象，向幻象开枪，在逃出巴士时撞车身亡。这一局无疑是小帅的大获全胜，而可怜的雷探员还能否从小帅的手心里逃掉呢？雷警官隐约觉得自己被骗了，亲女友的时候都没了味道，可如果小帅真的是基拉，那自己为什么还没被杀呢？这当然是因为小帅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，而小帅接下来的操作连死神都觉得太恐怖了。这天雷警官受命到地铁取一个文件袋，无线电里却传来变声器发出的声音：你好，我是基拉，接下来你最好按我说的做，不然我就把车上的人都杀了。下一秒旁边的人突然暴毙，雷警官慌了，他只好按照基拉的指示，拿出了一叠带有空格的纸张，把上司的名字写了上去。不一会，上司就将所有秘密调查基拉的 FBI 人员资料传到了他的电脑上，可雷警官来不及多想，就被基拉胁迫着把他们的名字通通抄了上去。到这里，雷警官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。原来这些空格纸都是从死神笔记撕下来的，上面已经写好了死亡时间和死因，就等着雷警官填上名字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帅根本不用知道其他 FBI 的长相和名字，就可以把所有调查基拉的探员全部斩草除根。就这样，几十名探员无一幸免，连远在美国的长官也难逃一死。
这让整个日本警局都人心惶惶。原来追查基拉要搭上自己的命，而且有了基拉，犯罪率的确降低了很多。真的有必要再冒死查下去吗？一夜之间，整个警局的人几乎都跑光了，只剩下6人愿意跟L一起豁出性命继续追查基拉。其实L也一直在等着像他们这样值得他信赖的帮手出现。在一个酒店里，他们终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L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都要用假名，而且我敢肯定，基拉就在那些 FBI 所调查的对象当中。憨憨警察恍然大悟，这么一来，调查的范围已经非常小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又反复观看所有 FBI 遇害时的监控录像，他终于发现了端倪。雷警官在死时拼命地指向电车，如果采用逆向思维，那么电车里的很有可能就是基拉。L立刻下令集中调查雷警官所追查的对象，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小帅和他的家人。放学回家的小帅即将大难临头，还好他马上发现了异常，因为他卡在门上的笔芯断了。而此时小帅的一举一动正被这群人死死盯住。等出来后，他终于回应了小黑，家里已经被人监控了，以后不要在屋里和我说话，也不能再吃苹果了。如果想吃苹果，就帮我找出监视器的位置。可就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下，又有新的犯人死了。原来小帅早就有所准备，他提前写好了1周的死亡名单，就是为了避免突发状况的发生。局长松了一口气，可却说：“你忘了他能控制死亡时间吗？如果基拉能杀死最新报道的罪犯，小帅才能彻底洗脱嫌疑。”然而下一秒，正在直播报道的罪犯竟然真就死于心脏麻痹，而此时的小帅左手吃着薯片，右手写着作业，根本没有任何异常。难道自己的推理都错了吗？然而谁能想到，小帅用1包薯片就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。这一局无疑又是小帅的胜利。雷探员的女友联系上了L，小帅将面对的又是绝境中的绝境。就在他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，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，她正是雷的未婚妻，名字叫菅木。小帅很快发现，这个菅木的智商并不简单。雷死后，他就特别注意到了雷所追查的小帅，并且通过调查死亡巴士事件，得知小帅当时就在车上，甚至还推理出小帅可以用心脏麻痹以外的方法杀人。小帅开始慌了，这是连警方都没有掌握的事，不能再留着你了。他拿出死神笔记的纸，写下了菅木的名字，可是却什么也没发生。这次算是遇到对手了。另一边L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，是菅木打来的，说他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也会让小帅露出马脚。第二天，菅木绑架了小帅的女友，威胁他把小帅约到美术馆。而这边的L正兴致勃勃地盯着美术馆的监控画面，小帅愣头愣脑的就被骗了过来，却不知道迎接他的是一个饱受丧夫之痛女人的绝死陷阱。菅木恶狠狠地说：“如果你不想你的女孩死的话，你最好乖乖承认你犯下的罪，雷就是你杀死的，而你就是基拉，不承认是吧？那就让你也感受一下痛失所爱的感觉。”小帅还在死鸭子嘴硬，而警察很快就要到，时间紧迫，菅木只能出绝招了。我叫南空直美，这是我的真名，想救你女友的话，就赶紧像你之前杀了雷一样也杀了我。原来让小帅在监控之下杀掉自己，这才是直美的计划。突然外面响起了警笛声，女友趁机冲了出去，可下一秒女友当场死亡，小帅哭得撕心裂肺，而菅木也没预料到这样的结果。警察赶来时，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，直美到死也想不到，自己明明已经把小帅逼上了绝路，却还是被他找到了漏洞。当直美说自己是雷的未婚妻时，小帅回想起了雷警官死时的那一幕，他找到了纸上的教堂，很容易就查到了直美的真名，因为没人会用假名举办婚礼。更恐怖的是，直美一系列的死前举动全部都是小帅提前编好的剧本。他在死神笔记上写道：南空直美死于自杀，他为了引出杀害老公的嫌犯，要挟其女友到美术馆，随后联络搜查总部要求监视人质，逃脱时试图阻止，后因精神崩溃开枪自杀。不过虽然除掉了对手，但女友的死还是给小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他孤独地坐在美术馆中央，是那么的伤心。小黑也觉得很难过，上前安慰他。可下一秒，小帅缓缓抬起了他那张被他深埋在黑暗里的脸，原来连女友也是小帅杀的。小黑震惊了，不光是因为小帅的演技，更因为这违背了死神笔记的规则。笔记是不能让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小帅冷冷一笑，我在下一页写上了女友的名字。小美在美术馆被人挟持，警察到场时企图逃走，为了保护男友中枪身亡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指明是直美杀了女友，所以是完全符合规则的。小黑傻了，我深爱的女友因为基拉的事件而死，我为了打倒基拉，就可以请父亲让我加入调查组，这样我就能见到他的真面目了。两个人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之人。很明显 ，L 已经破解了小帅用薯片伪装的手法，而小帅丝毫不慌，他知道 L 并没有证据指控自己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而与此同时，一个被歹徒追到绝路的女孩，正在祈祷着她最崇拜的基拉大人出现。下一秒，变态当场心脏麻痹，而瓦利的死神笔记从天而降。这是幼年哥斯拉第一次来到陆地时的样子。别看他连走路都费劲，甚至还有点不太聪明，却让整个岛国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。就在刚刚，东京湾的海面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海底隧道轰然坍塌，大量红色液体涌入隧道，导致无数车辆被困其中。为了搞清楚事故原因和制定救援方案，日本政府立刻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。从现场传回来的画面可以看到，
事发地仍有大量水蒸气不断冒出，周围的海水呈红色，看上去很像是海底火山爆发。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，因为有市民拍到了一个疑似巨型生物的尾巴。小帅猜测海底很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巨型生物，可现场却有人站出来反对，毕竟蒸汽代表海水已经沸腾，怎么可能有生物能耐得住100度的高温？此时事发地已经慢慢归于平静，大家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只有小帅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不料就在他们争执不休时，一条巨大的尾巴浮出水面，视频很快被传到了会议室，高层们瞬间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事情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，眼下的首要任务是搞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再制定相应的对策。于是他们马上就召集了生物专家，可生物专家们还没赶到会议室，巨型生物却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而目的地正是人口密集的城市。很快3名看起来不太聪明的专家赶了过来，然而经过他们的讨论，却给出了一些完全没用的结论。总之就是一句话，他们也不知道那玩意是啥。与此同时，巨型生物已经顺着河道进入了城市，他可能觉得河道有些堵塞，于是便贴心的帮忙免费清理。此时会议室里的首相已经急得焦头烂额，他表示现在不管是谁，也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，只要能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麻烦，立刻把他叫到会议室。于是一个在环境部工作的小职员马上就被小帅调到了会议室。在看完巨型生物的视频后，他表示该生物的移动方式很像蛇，因为有鳃所以能在水里生存，同时它也有脚不排除登上陆地的可能，但专家们却持反对意见。在高层们的煽风点火下，首相决定再相信专家一次。为了避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，他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安慰大家巨大不明生物绝对不会登陆。没想到话音刚落，就收到了巨型生物已经出现在岸上的消息。首相气得脸都绿了，小哥斯拉大摇大摆地走在了大街上，吓得市民们慌忙逃窜。只可惜幼年哥斯拉移动速度太慢，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，不过沿途的建筑物倒是没少被破坏，一瞬间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而哥斯拉似乎不会脑筋急转弯，只知道一股脑的直线行走，凡是挡在面前的建筑都逃不过他的暴力拆迁，有的人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掩埋在废墟之下。按照这个速度破坏下去，整个东京都会被夷为平地。于是在高层们的建议下，首相迫于无奈只能下令出动自卫队消灭怪物。随着4架直升机开始行动，大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此时哥斯拉突然停止了行动，他努力抬起身体，伴随着身体出现诡异的变化，哥斯拉站了起来，身体上还长出了2只前足，很明显他进化了，总算可以更加方便的搞破坏。只是刚学会走路，速度还有些缓慢。这时直升机终于赶到了现场，可就在他们准备发起攻击时，却发现2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出现在了攻击范围之内。首相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还是决定停止攻击，把民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而哥斯拉则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离开，接着又看了看自己发红的后背，看来是身体出现了异常。哥斯拉有些不甘地调转方向，径直朝海边飞速离去，最终消失在了东京湾海域。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总算得到了片刻的安宁。只是没想到短短2个小时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。接着在进行灾难救援工作的同时，日本海军也是开始搜寻怪物的下落，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为了防止怪物再次登陆，日本政府一边在重要区域建立了防御工事，一边专门成立了一个巨大不明生物综合对策的作战部。新成立的部门由小帅带队，这里没有纸上谈兵的专家，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政客，只有各个部门最优秀的底层员工，他们不受等级和资历的影响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怪物从出现到登陆城市期间就进行了3次进化，并不排除它会继续进化的可能。可它的能量到底来自哪里？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，那就是怪物的能量来自于核裂变。没想到的确在灾难现场检测到了核辐射，而且只要是怪物途径的地方都检测到了大量的核辐射。这件事情很快就惊动了美国，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麻烦，美国还派来了1名美女特使，他们给怪物取了一个名字叫哥斯拉。哥斯拉的意思是天神的化身，代表崇尚暴力的天神。除此之外，美女特使还带来了美国能源部的最新调查结果。资料显示，哥斯拉原本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，可因为日本随意往海里丢弃核废料，这才导致它发生了变异。以上就是美国目前已知的所有情报。随后通过对哥斯拉遗留在现场的红色液体样本分析后，也进一步证实哥斯拉就是变异而来的产物，因为它体内的基因竟然是人类的8倍，而且还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元素。至于哥斯拉为什么会突然回到海里，很可能是因为它体内存在类似于核反应的东西，由于快速变异导致体温急剧升高，无法及时散热，所以回到水里就是为了调节过热的体温。由此众人想到了一个可以阻止哥斯拉的办法，那就是使用凝血剂对它进行冷冻。这个办法虽然不一定能杀死哥斯拉，但一定能够限制它的行动。经历了几天高强度的工作，小帅已经累到不行，刚准备在办公室里眯一会，却收到了哥斯拉再次登陆城市的消息。此时哥斯拉已经进化到了第4形态，不仅身体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身高更是增加到了原来的2倍，庞大的身躯每踏出一步都能引发一次小型地震。但这一次哥斯拉登陆跟上次有所不同，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搞破坏，而是有自己的目的。它的目标很可能是核电站。显然以核辐射为食的哥斯拉想要补充更多的核能，如果核电站遭到破坏，
将会引发更加可怕的灾难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日本高层只能再次向首相提议，对哥斯拉展开攻击。在确定小帅的冷冻计划暂时还未准备完成后，首相也是再次下达了攻击的命令。很快，战斗机和直升机纷纷从基地起飞，几十辆坦克也迅速到达指定位置，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。哥斯拉也很委屈，自己只是出来吃个饭，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？随着将军下达攻击命令，武装直升机率先进行了攻击。然而从头到尾足足射出了1万多发子弹，哥斯拉依旧毫发无伤。意识到普通武器无法消灭哥斯拉，但没想到导弹也只不过是刮痧而已。哥斯拉仍旧坚挺地往前移动，大家看到这一幕瞬间就慌了，直接命令坦克也加入战斗，配合直升机全力输出。然而雨点般的导弹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最后他们只能出动战斗机，使用威力更大的炸弹对哥斯拉展开空袭。剧烈的爆炸过后，所有人都兴奋不已，以为哥斯拉已经被解决，谁知烟雾还没散去，被炸毁的大桥残骸便飞了出来，直接重创了地面的坦克部队。剩下的坦克抱头鼠窜，哥斯拉突破了防线。时间很快来到晚上，哥斯拉还在城市中为所欲为。为了防止更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，日本政府只得向美方请求支援。而美军其实早就已经派出了 B2 轰炸机，只是他们想要轰炸的范围确实有点大，简直比哥斯拉还要乱来，完全没有把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考虑在内。而首相所处的官邸刚好在哥斯拉的前进路线上，考虑到美军很可能也无法消灭哥斯拉，首相和众高层们只能乘坐直升机撤离，小帅的作战部也必须马上搬离。眼看距离轰炸时间越来越近，小帅当即决定进入地下室进行躲避。没想到他们刚走下车，美军就提前展开了攻击。因为被弄疼的哥斯拉彻底愤怒，他的身体再次发生了进化。就在大家不明所以时，哥斯拉张开嘴巴，熊熊大火一瞬间就吞噬整个街区。哥斯拉继续发力，将火焰压缩到极限，一抬头就直接干掉了头顶的轰炸机。而美军却很不服气，剩余2架轰炸机再次向哥斯拉投放了钻地弹。殊不知哥斯拉早已看穿一切，他利用背脊发射出无数道射线，不仅拦截了掉落的钻地弹，还顺便把2架轰炸机也一并摧毁。难解心头之恨的哥斯拉立刻又从口中吐出射线，开始疯狂扫射。这一下直接横扫了半个东京。首相一行人还没有逃离，就被袭来的射线瞬间超度。看到整个东京都陷入火海，哥斯拉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随意丢弃核废料的岛国终于自食其果，但哥斯拉也因为消耗了太多能量，站在原地进入了休眠状态。此次袭击不仅造成了无数建筑被毁和数十万人死亡，灾难现场更是留下了大量的核辐射。捡回一条命的其他官员也是迅速展开了救援工作，立马提拔了一位资历较老的官员当首相。美方也是派出了几名专家来帮助他们一起研究对策。趁哥斯拉睡觉的间隙，他们悄悄潜入现场，提取了哥斯拉被炸掉的身体组织。经过研究发现，哥斯拉的个体细胞增殖迅速，很可能还会继续进化，说不定最终会进化出翅膀，从而入侵其他国家。而且根据哥斯拉的能量恢复情况，再过15天它就会满血复活。得出这个结论后，美方的专家瞬间就慌了。为了防止哥斯拉飞到北美，他们打算直接使用核武器，让岛国再次遭受核弹的洗礼。对于这个计划，日方打心底是拒绝的，不想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但迫于美方的压力，首相也只能选择同意，毕竟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。很快疏散轰炸区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，然而小帅依然不愿意认清现实，因为他还想尝试他的冷冻计划。日本国已经经不住第3颗核弹的打击了，从哥斯拉巨大的体型，他们计算出冷冻计划至少需要几十吨的凝血剂，没有首相的支持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。于是小帅只能通过直属上级向首相请求签署冷冻作战计划的同意书。既然在投放之前还有更好的办法，首相当然会选择尝试。此时距离投放核弹只剩下3天的时间，岛国的各大工厂纷纷投入生产，很快几十吨的凝血剂便提前准备完毕。同时小帅组建了一支敢死队，经过一番疯狂洗脑之后，对哥斯拉的冷冻计划也随即开始。该计划一共分为5个步骤，第一步是佯攻，使用携带炸弹的列车进行自杀式袭击，先让哥斯拉从睡梦中清醒。第二步是展开空袭，使用无人机向哥斯拉投放炸弹，从而消耗它体内的能量，直到第4波无人机出动，哥斯拉体内的能量这才开始减少，只能开启节能模式。看来哥斯拉也不算太傻。而接下来就是第3步，定点爆破，炸毁周围的建筑，砸向哥斯拉，以此来限制它的行动。紧接着就是第4步，为了防止哥斯拉挣脱束缚，美军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，炸毁更多的高楼大厦，死将哥斯拉压在废墟之下。而计划也进入了最终阶段，第一批敢死队闪亮登场，推土机、起重机直接开到哥斯拉的脸上，把管道伸进他的嘴里，强行给他灌入凝血剂。或许是察觉到了危险，一发放热射线喷涌而出，直接团灭了第一批敢死队。哥斯拉趁机从废墟中站了起来，可速度却变得非常缓慢。凝血剂起到了作用，但数量还远远不够。于是他们又立刻启动了应急方案，一次性将剩余的列车全部撞向哥斯拉。哥斯拉承受不住倒了下去，剩下的敢死队全部一起上。
顷刻间早已等候多时的起重机开始全力输送凝血剂，奄奄一息的哥斯拉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。然而就在凝血剂达到100%时，垂死挣扎的哥斯拉却再一次站了起来，但体内的凝血剂很快发挥了作用，可怜的哥斯拉最终变成了冰雕，就这样矗立在东京的市中心，宛如一座巨大的雕像。冷冻计划非常顺利，日本国避免了被毁灭的命运，但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他们只是得到了暂时的喘息，因为凝血剂并不能彻底杀死哥斯拉，哥斯拉还会继续进化，等到岛国重建完毕，他就会以更恐怖的姿态再次踏平东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